你敢相信吗？一句感恩在中国还能过相对正常的生活，就让好莱坞华裔男星刘思慕陷入舆论暴风眼。在这句话底下，留言区炸成修罗场，有人赞他真诚，有人骂他讽刺，也有人冷笑。你知道中国人最近怎么过的吗？要知道，就在几天前，全网才刚为一位本土演员的离奇坠楼震惊。在那种气氛里，刘思慕的感恩听起来更像一种反讽，一边是感激能活得正常，一边是正常人都不敢说话。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一场口水战，而是为什么在中国正常生活都成了一句敏感词。话说上汽的男主角刘思慕，这位加拿大华裔演员，最近中秋节和家人回了趟北京，结果随手发了几张照片，就把全网给点着了。你们猜怎么着？他说了一句，感激我在中国还能过着相对正常的生活。听起来挺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吧，但别小看这几个字，舆论瞬间炸成一锅粥，评论区直接变成战场。到底为啥？咱今天就好好扒一扒。先来还原一下时间线。10月的中秋假期，刘思慕带着家人回北京探亲，他开心表示，这是15年来首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他发的照片呢，也挺家常，天安门合影，央视大楼打卡，一家人笑得跟花似的，看着就是个普通游客。可问题出在配文，那句英文 Grateful that I still get to live a relatively normal life in China。 中文意思是，我很感激在中国还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就是这句话像点燃导火索一样，有人说他是真心感慨，有人觉得他是在暗讽，还有人干脆说他在蹭政治热度。网友们总结出3种主流说法，每一种都挺有意思，咱接下来一个一个拆开看。不少人觉得刘思慕这话其实挺单纯，就是在感叹明星生活的不自由。他在欧美那可是大明星啊，凭着上汽一夜爆红，好莱坞第一位华裔超级英雄，全球票房 4.3 亿美元，烂番茄好评率 91%， 走在洛杉矶大街上不戴墨镜都得被认出来，吃个饭逛个街带娃都得伪装，真的是想低调都难。但在中国呢，因为上汽当年没上映，咱后面会说原因，很多人根本不认识他。这次回北京，他能和家人去吃火锅，在景区拍合照，没人围观，没人偷拍，久违的普通人生活，他当然感激。换句话说，这不是政治，也不是讽刺，而是一位明星终于能喘口气的感叹。要知道，对刘思慕来说，这可能是15年来第一次能在人群里做个透明人。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个娱乐圈通病，名气越大，自由越少。另一派网友更理智，他们觉得刘思慕这话可没那么纯良。别忘了，上汽在中国被封杀可不只是因为题材问题，电影里那个公车打戏，司机肩章上写着8964，巧的不能再巧。再加上刘思慕早年在采访中提到父母逃离中国的恐惧社会，直接被扣上辱华帽子。结果呢，整部电影被踢出院线名单，漫威在中国市场彻底凉了一波。而现在复仇者联盟5刚拍完，上汽2也在筹备阶段，中国市场又大又有钱，好莱坞当然想回来分杯羹。所以有人说，这次刘思慕发感恩的言论其实是一次公关操作，给中国当局一个我懂规矩的信号，也替漫威探路，毕竟想在中国上映还得懂政治。还有一部分人则看得更深，他们觉得刘思慕身在西方，习惯了相对自由的影视环境，看到中国娱乐圈最近这一连串离奇事件，可能真心觉得能正常生活已经是奢侈。特别是最近的于朦胧事件，再次戳中了大众的恐惧神经。
这位37岁的古装男神2025年9月11号在北京朝阳区坠楼，官方通报说是意外，但网络传言满天飞，被公司控制、拒绝潜规则、遭暴力逼迫等等，甚至出现了更离谱的版本，说这背后牵扯权贵与神秘献祭。而网友们又翻出了乔任梁当年的案子，2016年他去世时，官方同样说是抑郁症导致的，但多年过去，关于被献祭、被控制的传闻仍在发酵，有人甚至用生日、时间点、命理这些细节去对照，构建出各种诡异的巧合。当然，这些传闻真假难辨，但能反映出一点，大众已经不再相信娱乐圈的正常，太多年轻演员的离奇离世，太多被压下的内幕，让人觉得这个圈子黑得像无底洞。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刘思慕那句相对正常的生活，也许真是在感叹，在西方拍戏虽累但自由，在中国很多演员连活得像个人都难。一句轻描淡写的感恩，背后也许藏着对体制、对圈子、对命运的深层反思。要说这位刘思慕啊，不论你喜不喜欢他，这次发文事件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讨论，说到底是因为他背后的故事太特别了。他不是那种一夜之间被资本力捧的小鲜肉，也不是含着金汤匙出道的星二代，这哥们儿的成名路完全是靠自己一点一滴拼出来的。下面我们不妨把镜头往回拉一拉，看看这位上汽本人是怎么从一个被炒鱿鱼的会计变成漫威第一华人超级英雄的。别以为刘思慕只是靠运气成为上汽，他的故事堪称励志。早在2014年，他就在推特上艾特漫威，半开玩笑地说，雷神索尔太精彩了，你们啥时候拍个亚裔超级英雄啊？没想到这条推文竟让漫威开始认真考虑。2018年底，上汽项目正式启动，刘思慕一看机会来了，翻出当年推文留言，嗨漫威，咱们是不是该谈谈上汽了？这波毛遂自荐直接让他进入视镜，从网友热议的彭于晏、吴彦祖等大咖中脱颖而出，成为漫威首位华人超级英雄。这魄力简直是自荐教科书。刘思慕可不是靠脸吃饭，他1989年出生，5岁随父母从哈尔滨移民加拿大，考进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主修会计，毕业后还进了4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德勤。结果呢，9个月就被炒鱿鱼，这反而成了转机，他果断投身演艺圈。2012年起接演小角色，2016年靠金家便利商店爆红，还被《哈喽》杂志选为加拿大50位最美人物。2021年，他登上男性健康封面，成为继李连杰后第2位登顶的亚裔男星。更厉害的是，他身手不凡，从小练跆拳道和咏春拳，早年做特技演员，参与《滞留死亡》《英雄重生》等作品。这身功夫让他在上汽的打戏里大放异彩，拳拳到肉。在影片《上汽》中，除了上汽本人刘思慕坐镇，还有梁朝伟、杨紫琼等大咖联袂助阵。谁料这部星光熠熠的好莱坞大片却在中国掀起敏感风暴，至今依然无缘大陆市场。争议的源头之一是刘思慕2017年在加拿大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小时候，爸妈跟我讲他们在共产主义中国长大的故事，说很多人亡于饥饿，感觉像第三世界。加拿大对他们来说是梦想之地，又自由又能给孩子更好的未来。这话过了几年被第8官微翻出来，瞬间炸锅。小粉红和五毛骂他辱华，说他早就把自己当加拿大人了。但也有网友力挺，讲爸妈的事也能算辱华，这标准也太离谱了吧。面对这波攻势，刘思慕怎么应对？他没低头也没硬杠，而是发了一篇社媒贴文，满满正能量。西方媒体常忽略的是，我们从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得到了巨大支持。媒体试图让我们对立，但我看到的是大家的善良与共情。我们的粉丝迫不及待想看这部电影，和我们一起创造历史。社媒上有积极也有负面，你想找什么就会看到什么。感谢中国和全球的漫威粉丝，我们爱你们。这波操作堪称以柔克刚，刘思慕用真诚和包容化解争议，稳稳守住自己的立场。如果说上面的争议还算严肃，接下来的风波就带点搞笑了。上期预告片释出后，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刘思慕年轻时的模样竟然有点像某位领导人的青春版，这下网友可嗨了。X 和微博上迷因满天飞，有人 P 图把电影海报改成《少年维尼传》，还戏称刘思慕的超能力是扛200斤麦子上山不换肩。这可是借鉴某个经典故事，接地气到不行。这波恶搞虽然好笑，但在中国的敏感氛围下，恐怕又给上汽的上映路添了块绊脚石。雪上加霜的是，电影登上迪士尼家后，一个小细节彻底断绝了上汽在中国上映的希望。网友发现，在一场公车打斗戏中，司机的肩章上赫然印着红色数字8964，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敏感日期。社媒瞬间炸了，这彩蛋也太狠了吧，这片绝对进不了中国院线。虽然在中国受阻，上汽在全球大放异彩。2021年8月16号北美首映，面对当时严峻的疫情环境，仍斩获超过 4.3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为同年度最为亮眼的超级英雄电影之一。在专业影评网站烂番茄上，影评人给出 91% 的新鲜度，观众评分更高达 98%， 其跨越文化界限的魅力可谓势不可挡。据说正在筹备中的上汽2将加入时空穿越和昆仑秘境剧情，刘思慕和奥卡菲娜大概率回归，还会有全新铁拳女侠登场，一众粉丝正翘首期盼。刘思慕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在中国的一言堂环境下，您觉得他的北京之行会给下一部作品进军中国市场带来转机吗？如果说刘思慕的感激正常生活是一句随口的感叹，那这句话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人共鸣，恐怕也因为它恰好戳中了当下中国娱乐圈最真实的现状。经济下行，影视寒冬，资源大幅倾向流量明星，导致非流量演员的机会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艺人为了谋生不得不转行，有的兼职送外卖，有的在街头创业，有的在泰山陪爬，很多人涌进了直播间，更多的人直接走进人群，成了景区最接地气的风景。这不，就在这个11假期，不少香港明星纷纷再就业，跑到大陆各大景区出演自己曾经的经典角色，成为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比如62岁的香港男星江华就在广东千古情景区登场，再现当年 TVB 95至尊里那个意气风发的雍正皇帝。只不过这一次他身穿龙袍，不是在片场演戏，而是在舞台上又唱又跳，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合照送福。他自己也曾在受访时说， TVB 已经很久没找他拍戏了，大制作没份参加，能在景区扮演雍正也算过足戏瘾。而他不是唯一一个。79岁的罗家英在杭州宋城景区穿回《大话西游》的唐僧长袍，笑呵呵念起贫僧来也。李国麟在同一景区演鸠摩智，林俊贤在广东千古情扮演唐太宗，温兆伦也在那里又唱又跳。就连56岁的翁虹也加入这波景区演出潮，在舞台上与观众互动，笑容依旧甜美。更别说大陆演员也纷纷加入，70岁的寇振海重现《情深深雨蒙蒙》里那个威严的陆振华，在上海景区又唱又跳，引得游客围观拍照。而目前最活跃的景区艺人非郑国林莫属，
他在西安、杭州等多地景区扮演唐太宗，戏服一换，姿态一摆，帝王气场立刻拉满，妥妥的专职古装皇帝。这一幕幕看似热闹，却也让人心酸。当年红极一时的银幕脸，如今成了景区里的活招牌。曾经的主角，如今得靠怀旧情怀维持生计。也难怪刘思慕那句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听起来平淡，却格外刺耳。在这个人人都在想办法活下去的娱乐寒冬里，所谓的正常，或许已是最不正常的奢侈。观众朋友们，演员也是普通人，靠自己本事赚钱，养活自己和家人，无可厚非。但是景区演出作为缓冲阀，您觉得是否是长久之计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